如果你做肩屈这个动作是受限的话，那么不要划走，今天这个视频就非常适合你了。在我们处理肩屈受限的思路当中，其实我们常规的处理方法是这样的。首先，当我们做肩屈的时候，我们肩胛骨是需要做一个上回旋的，同时我们的肱骨和我们的肩胛骨都需要具备外旋的能力。然而，当我们的菱形肌等一些背部肌群紧张的时候，首先会影响我们肩胛骨的上回旋，同时也会影响我们肩胛骨的外旋能力。因此，我们常用的处理方法是去松解我们的菱形肌等肩胛骨下回旋肌群，然后再去强化我们肩胛骨的上回旋肌群。这个思路当然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我们往往会忽略另一个问题：当我们的菱形肌等下回旋的背部肌群过于紧张的时候，我们的胸廓会被迫向前推，也就是说，胸廓会有一个向对侧的旋转。比如说，我们左侧的菱形肌等背阔肌群过于紧张的时候，会将我们左侧的肩胛骨向回拉，然后把我们左侧的胸廓向前推。此时，我们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一个向右旋转的趋势。因此，当我们解决肩屈受限、肩胛骨上回旋这个问题的时候，除了解决上回旋本身，还不得不考虑胸椎的旋转问题。因此，我们就需要设计一个动作，既能将我们的胸廓向回旋转回来，同时可以拉开我们的菱形肌等背部肌群，释放掉影响到我们上回旋的这些肌肉，同时还可以强化我们的上回旋肌群，那么我们的肩屈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基于以上的分析，那么我们就设计了今天的动作。话不多说，请看 VCR。我们侧支撑到垫子上，屈髋屈膝，大小腿90度，大腿垂直于膝盖，手肘置于肩膀的正下方，手肘膝盖下压，将我们的骨盆慢慢的推离垫子，让我们的上侧手臂伸直，胸椎向左旋转，感觉我们的右侧肩胛骨和胸廓能够很好的贴合住。每一次吸气吸到我们右侧的胸廓，通过吸气我们可以进一步撑开我们肩胛骨中间紧张的肌群，然后呼气的时候让我们的左手向远够，让胸椎更多的向右旋转，进一步拉开我们肩胛骨右侧的肌肉。好，吸气到后背，呼气，始终保持肩膀远离耳朵，在这里做60秒的呼吸，可以做3组即可。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。如果你也是肩屈受限的同学，同时胸廓还有一个向对侧旋转的趋势，那么不妨按照上述的方式去练习一下，相信对你的肩胛骨上回旋以及胸廓的旋转问题都会有所改善的。关注老王，做深度思考练习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